做自由的模型，听 C 哥为您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玩分享。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盔甲小队的新品鸣刃。本款模型的定价是98元，并且在本款模型上，官方宣传也是采用了新的材质，能够带来更好的速度观感。最后的成品效果也确实还不错，整体的表现我还是蛮喜欢的。那么剩下的时间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模型的具体素质表现到底如何。本款模型的盒子不算大，正面也是产品的站姿展示，侧面的话还有一些基础的介绍。本款模型一共是26块板件，听上去挺多的，不过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小板件，为了分色分的会多一些。本款模型有3个特点，第一个就是用来更换的红色套木件，也是采用了磨砂质感。另外还有2把额外的武器配件，也是提供了单独的说明步骤。狼牙棒的尖刺做的是比较尖的，拼装的时候要注意一下。剩下的就是基础的折页说明书1份，在主体部分这一次是做成了一体成型骨架，看上去整体零件的精度还不错，并且材质也会更硬一些。剩余的板件部分效果也还可以，细节刻线和棱角的处理还算清晰，并且在部分零件上也有使用隐藏水口，不过数量并不是特别多。另外想吐槽一下的，有一部分水口的位置会比较小，并且是在零件的凹面处，处理起来会有点小费事儿。那么本款模型的内容物包括新规的通用素体1个，鸣刃替换外甲，部分替换件、武器、造人手，还有支架地台。拿出我手里之前做过盔甲小队的鬼火做一个简单的对比，可以看到这个骨架的提升还是非常大的，在尺寸上会更大一些，并且更加的饱满，细节也会更多。不过因为采用了一体成型骨架，所以在卡榫的部分会有一些飞边需要处理。我在做这一款模型的时候，笔刀的刀片不太行了，所以做的会比较粗糙，各位见谅。虽然尺寸有提升，不过这毕竟是一整个系列模型，骨架高度是在9厘米左右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骨架的可动，头部是正常的球形关节，脖子根部有一段幅度比较大的引出关节，不过侧摆只能依靠球形关节。胸部的引出关节、弯腰关节、侧摆关节还有平转关节处理的都还不错，一体成型骨架在这个部分的稳定性当前还可以，不过没有后仰比较可惜。上臂是采用了球形关节连接，这个部分活动起来是偏紧的，上臂这里也有配置平转关节，也是很紧实。不过到肘部这里2段关节都是一体成型的，但紧实度是比较一般，甚至还有点松，在部分角度是无法固定的。得益于本款模型的尺寸比较小，即便是握持武器，对于关节的影响也不算太大。握持最重的狼牙棒稍微调整一下位置，还算是可以进行固定的，虽然有一些角度限定。造云手一共是给了6对，握拳手型、握持手型、持枪手型，2种造型的开掌造云手。和之前鬼火那种半个关节设计不同，这一次是正常的全包裹，稳定性也会更好。腿部和手臂一样是采用了一体成型零件，不过整个腿部的紧实度对比手臂要好上很多很多，站立摆动作都没有什么问题，并且大腿这里还有一段联动效果。脚腕部分依旧是球形关节，这个部分我之前的那一款时间长了会有些松，不知道这一款模型能坚持多久。脚尖部分也是带有一个单独的可动。那么通用骨架部分就是这些，作为新设计的骨架，对比之前的提升确实很大，不过一体成型零件的一些通病还是存在。好在尺寸比较小，把玩起来的问题也不算太大。剩下的时间我们来把外甲给它装一下，看看这一款鸣刃整体的造型设计。那么鸣刃拼装完成之后，骨架部分需要拆除的主要就是这一些零件，并不算太多。整体这一次依旧是日本武士的甲胄风格，身上的青色零件还可以更换成红色透明件。头部造型有点像独角仙的状态，并且这个尖刺是比较尖的，把玩需要注意。头部后方这里会有一个空档，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。胸部安装外甲之后，会因为腹部多了一个零件，阻挡一点点弯腰可动。肩甲是卡扣连接，带有独立的可动。手臂装甲是给了2种样式，其中一个是普通样式的，侧面有一个铸金卡榫，可以挂载其他的武器配件，另外一侧可以更换成强化手臂，侧面的装备也是更换成了臂刃，后方有一个类似于喷口的设计，不过这里也有可能是类似于打桩机的那种推出的设计。强化手臂的造型手尺寸也会更大，但是只提供了1个。大拇指也是带有独立的可动，不过固定的并不算太稳定，需要加固。大造人手其他的手指为固定结构，可以稳定的握持狼牙棒。不过个人建议握持的时候把根部零件给它拆掉，然后再给它插进去，不要直接横向的给它按进去，会容易断。侧肩甲和后肩甲都是带有独立可动，可动幅度还是可以的。
腿部败甲只装在了正面，不过由于裆部的动力管干涉，大腿的前台会受到一定的限制。脚部也是更换成了新的零件，上方这个小零件能起到一点避让和固定作用，但是卡的比较松，建议给它加固一下。武器部分，本款模型是给了4个小一点的枪宠，根部握把是带有可动，可以转换形态，并且看这个卡榫的设计，如果有2个枪宠还能组合在一起进行使用。另外比较简单的就是这个长刀了，尺寸不小，和本体几乎是一样的，并且也有附带挂载零件，可以安装在背部的卡榫上。不过这把刀如果也能安装在手臂上，给它横向拔出来就好了。最后2把武器都是狼牙棒，其中一个比较正常的狼牙棒对比之下尺寸也会小一点，可以从中间打开呈现当前的状态。看官图的话，这个形态应该也可以旋转作为防御武器的状态，或者我感觉也可以作为夹子进行使用。另外一个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玩法，纯粹的一个攻击力很强的大棒子，并且这个尖刺真的是非常尖，把玩需要注意了。对比之前做过的地台，我还是更喜欢这种10色的地台。那么这一款盔甲小队的新品就全部的介绍完成了，对比之前的版本提升确实很大，虽然我这款有点太值钱了，中间的新品做的也确实少，不过一体成型骨架本身存在的问题还是有的，比如肘关节偏松，但好在其他关节的紧实度也确实还行。另外本款模型的部分组合度会偏紧，需要稍微用点劲儿，水口的位置并不算太友好，有的在斜边，有的是在凹面，还需要再处理一下。整体的可玩性还是不错的，配合该系列其他的产品，把玩效果会更佳。不知道喜欢盔甲小队系列产品的朋友，对这一款鸣刃有没有兴趣呢？本期的CGO模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